月17到20日，世界目光将注视屏东大鹏湾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让我们一起见证沙排魅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欣赏2025台中银行沙滩排球公开赛。在今天 Final Day 第4天的部分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男子组的金牌战。那这一场比赛呢是澳洲德比，澳洲内战，将是由澳洲的一队 Potts 跟 Pierce 的搭档呢，要来面对澳洲3队的 Ben Wood 以及Joshua Howard 来进行最后的金牌争夺。好，在今天我们在屏东大鹏湾，目前来到了下午的3点30分，那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88%。那现场的气候的状态是时风时雨哦，所以也要看这个老天爷的心情啊，看给选手什么样的状态来进行最后的金牌大战。那今天这场比赛转播工作呢，持续由我李秉敬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彭义坤来为您服务。老师你好，大家好。那刚刚我们就看完了在女子跟男子组的铜牌战之外呢，那接下来2场呢就是最后的决战了。那当然在这一场啊，包括了2队4位选手，通通是来自澳洲。那我们也知道澳洲的沙滩排球的发展是非常的悠久，而且实力相当坚强。老师应该有很多的经验，因为过去也带队中华队到各地去征战。澳洲它的沙排特色到底是什么，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实力上其实是很稳定？澳洲它除了这个沙滩排球发展历史很久之外，最主要是第一个是它的这个身材条件、身体素质非常好。那第二个，它的打法非常的有策略对，非常有策略。那第3个，在实战的经验上也非常的丰富。那在这3个情况因素集合下的时候，它也是成为一个世界的一个沙滩排球的劲旅。是。确实，而且澳洲的场地也有很多的海岸，所以他们国家也有这样的环境提供给他们。包括澳洲人是非常喜欢运动的，所以在各项的运动发展呢都非常的出色。那今天这2个组合呢，我想都是一时之选啊。那 Potts 跟 Pierce 呢，在今年分别在菲律宾跟平南这2站拿下第3名，在泰国拿下第5名，同时也是去年这个2024 ABC 亚锦赛的这个冠军所以赛前我们听一下双方的球员以及裁判介绍。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莅临屏东青州湾沙滩排球场，观赏2025年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男子组金牌战，由澳洲1队出战澳洲3队。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25 ABC Taichung Bank Beach Tour Pingdong Open Men's Gold Medal Match. Team Australia 1 versus Team Australia 3. 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 第一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r. Wu Chong from Hong Kong. 来自香港。第二裁判 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阙维正 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中华台北。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 澳洲1队 Team Australia 1 Number 1 Donny Potts. Number 2 Jack Pierce. 接着介绍澳洲3队 Team Australia 3 Number 1 Ben Wood. Number 2, Joshua Howard.好，听完了球员介绍跟裁判介绍之后呢，这一场男子组的金牌战马上就要展开。那刚刚我们提到 Potts 跟 Pierce 在今年的几战的表现非常的好，包括去年在 ABC 的亚锦赛是拿下了最后的金牌。那在
这个 Ben Wood 跟 Joshua Howard 的部分呢，尤其是 Ben Wood 要特别介绍一下，他今年其实前面几站他的搭档并不是 Howard，那在前面几站他的搭档是 Murray， 那跟 Murray 其实搭档的成绩是非常理想，他们在平潭是获得了银牌，在杜哈呢是获得了铜牌，但是这一站呢他换了搭档啊，跟这个 Joshua Howard 的反而也表现得非常好哦，也是一路来到了金牌战。那 Joshua Howard 呢，其实也曾经在澳洲的南澳锦标赛拿下过沙滩排球的金牌，所以实力也是非常坚强。那身高也来到了193公分哦，所以在有高度，那运动能力也好的情况之下，那搭配起来当然也是有好的表现。好，来看这场比赛。结果一开始就先送给队友大礼啊！刚刚我们看到 Ben Wood 的发球直接挂网。沙滩排球发球的规则就是只能有5秒钟的时间可以发球，跟室内排球刚好有些不一样室内排球是8秒，是。哇，这一球这一球打得太长了所以在比赛的一开始。看到Ben Wood 这一次的扣杀落到了界外，所以让 Potts 跟 Pierce 连拿3分。对，我们昨天有提到，沙滩排球跳跃发球，通常球会抛得比较低一点，因为它避免这个风对于球的影响。好的接发交给了 Howard， 直接突破的进攻。是，这也是澳洲队不管男生女生队它的一个传统特色。打长，好球。来看一下 Potts， 相信他们对彼此的打法应该非常的熟悉哇，又抓了这个。我们从今天从第一场比赛看到现在，对，好像每场比赛都会出现。其实他人还在移动当中，他重心已经不稳了，这很容易被抓沙滩排球高手的脱球、举球要求是蛮高的。接发球啊，直接给了对手霸包。那现在连续得分的情况之下，在比赛的一开始大会头号种子的 Potts 跟 Pierce 气势非常好，目前6比1领先的 Wood 跟这个 Howard。在身体比较不平衡的情况之下，这个杀球落点呢无法掌握，还是落到了界外。是，其实这个往前看的时候，还是澳洲第一队的发球产生的效果。好，最后转成了直线总算，先止血。澳洲的攻击模式还是采取高举高打。好，直接压回去，看到 Howard 连续的得分。好，弹网进。好球，再一个，哇！就用这种小切扣的方式，是非常漂亮的技巧性虚攻
其实沙滩排球技巧性虚攻哦，它第一个是用掌面来摩擦球，产生精准的点；第二个就是用这个食指跟中指哦弯曲之后，用指背的方式来顶球哦。因为沙滩排球它不能用指腹来拨球，对，所以它产生一个比较特殊的击球法。对，那我们从英文来讲，它叫 poke shot，poke 就是那个猪蹄哦。对。啊，所以它这个动作跟猪蹄的形状是几乎是相同的。了解。是。可惜 pass 的发球挂网，现在形成了5-9，又是7分的倍数，双方换边。是，他们都踩跳跃发球，那跳跃发球其中一个很重要因素能决定成功与否是这个抛球的质量，抛球抛得好不好，会决定这个发球能不能很顺利的进行。哇，还是来不住，强力沙滩排球。是。哇，来看这个重锤 ，pass， 还是吞下去了。做吊球，好啊，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poke shot。对，哎。可以看一下他手指的动作。真的，用指背对，食指跟中指的指背。然后往边线发，但是很可惜是落在了界外。突然发短的，来破坏接发的节奏。不过还是让Howard掌握住进攻的机会。虽然这一球接的有一点点惊险。7-11。吊球守住。在制空的情况之下，最后切向了斜线。是，篮网者也太早跟他跳了，所以被吊到了。这一次发球失误，是过场。12-8 ，Pierce 发球挂网，现在比分来到21分的总分要进入到技术暂停，暂时由澳洲1队12-9领先的澳洲3队。这一场澳洲德比，澳洲内战，分差还是有限。是，刚刚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澳洲选手全部几乎都是用这个跳跃发球的方式，它的特色就是会俯冲强力，造成对方压迫性的接发球，但是有付出，当然是会有一些代价，就是它的失误率相对刚刚也发现了，也比较高一点。但如果说他能利用这个风势，利用这个发球的点来采取不同的发球方式，我觉得这个方式有可能会更好。是。同样也没有发过网。是。发球一个观念就是跟篮网一样，我们很多选手都第一个是想要把它发死，想要 S， 或是想要把它拦死。但它只要产生效果，其实它就是100分了。是。
因为有时候太想要把它拦死，或者太想把它发死的时候，结果都是会造成自己的恶果。对，因为太想要发 S 有时候就是想要就插着网带。是的。那插着网带，当然挂网的几率就高了。对啊，如果打得非常刁钻的，发得非常刁钻的时候，有可能你的风险会更高。对，会落在界外。是。刚刚澳洲一队的发球啊，一个 S 球，一个出界球，所以回到澳洲3队这一边的发球 ，Hood。好的进攻机会，守住。Parts， 还有。来看一下往上球的争夺，最后打向界外。斜线，手起，哇 ，Benwood 这个进攻挂网，球太开了哈，不好打。好，这边。澳洲3队打了touch out，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哦，在沙排球当中哦。很少很刻意的去打所谓的touch out，他通常就是过手去攻，然后强攻就是打这个拦网的两边，打拦网的两边。看到 Benwood 的起跳高度。非常的可怕，小助跑，哇，高打点是，完全闪掉了对方的拦网嘛，闪掉了 Pierce。好，举八股之后，这一球落点相当的精准，非常漂亮。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更高阶的选手。在打球的时候，尤其在拦网的时候，其实他会做一些隐藏性移位的动作。他有可能先站直的让你看一下，但是他跳起来的时候，他可以移位拦斜的哈。我看世界高阶的选手都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澳洲队的时候，他就是站直，就是整个都是直的哈，然后斜的就是斜的。那现在比数是18比13，哇，落后5分的情况之下呢 ，Benwood 跟Joshua Howard 这时候喊出暂停。第一局对于 Parts 跟 Pierce 来说是一路领先呢，没有受到太多威胁。那一度追到大概就2分或3分差，但是 Wood 跟 Howard 始终无法超车。是。看这一个斜线，虽然接到但也喷掉了。14比18。
哇，发在2位选手的中间啊。我们看很多国家在练习发球的时候，都会摆一个标的物在刚刚发球落点的地方这是2个选手的中间，这是训练他的发球的精准度。因为他的确是在比赛产生的效果是非常好。啊，可惜球没包住。现在形成了3分差的比赛，16比19，发球得分17比19。哇，比赛紧张了，在第1局的后半段呢。是的，那种发球还是有一些意图跟想法，然后再加上刚有碰到网子，有一些 lucky 的成分在。对。哇！直接突破垫高，但是喷掉，非常强势的突破。好，来看一下这一次 Pierce 接球之后呢，交给了 Pot， 直接攻向了直线。那在第1局，澳洲1队出现了3个局点。哇，这个落点差一些些，出界。18比20。后方杀上来 ，Benwood 接到之后，这一次的进攻有19比20。哇，澳洲内战啊，果然是难分难解。这时候剩下1分差了，化解了2个局点之后。来看一下澳洲3队有没有机会延长战局。场边是澳洲1队喊出了暂停，2个局点都被化解掉，还有第3个机会。当然最重要的是发球接发球啊。是。那对于 Potts 跟 Pierce 来讲啊，待会如何好好的接发之后，能够设计出一套进攻的模式，这是至关重要。那另外在 Hood 跟 Howard 的部分呢，则是要让自己的对手呢接得不舒服。但是发球真的要很当心，尤其在暂停回来，手感可能会突然有一点点不见。好，发过来，接得不差，退防，还有喷掉啦！国羽在暂停回来，我们看到澳洲1队了，把握了第3个局点的机会呢，最终还是以21比19抢下的第1局。目前暂时1比0领先的 Ben Hood 跟 Josiah Howard。第1局虽然 Potts 跟 Pierce 是一路领先但是到了第1局的尾段呢，产生一点点小状况，一度剩下1分的差距。不过在第3个局点他们也是能够顺利的利用进攻呢，拿下了关键的比分。那老师怎么看第1局2队的表现？是，这2队的表现打法几乎都是一样第一个就是高举高打，那我们看到胜负的重点，除了发球跟接发球之外，其中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攻击跟对方的攻击还有对方的拦网的部分看谁的稳定度比较高，尤其是后防的动作，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很清楚的，拦网手就固定拦那个点，让对方攻击手去闪手。但是闪手的部分的时候，后方也是都站好那个位置，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几乎成功率是0没有办法手上半颗起来，都是喷掉的。所以这个后防的部分的话，这个澳洲队有可能要再做调整。
来看第2局的一开始，也是在发球上没有办法掌握。Pierce 这个强攻被拦回来，但是落在了界外。他球到之后呢，还是澳洲一队暂时2比1领先。Monster Block 踢到铁板 ，Pierce 这一次的拦网啊，扎扎实实，完全没有给对手任何的空间。对 ，Monster Block 拦下来之后，的士气会比强攻下来的士气来得好。真的，哦，这在排球场上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化学变化。是。攻击得分容易哦，拦网得分比较难哦。现在可以看到现在澳洲2队都采取比较多的技巧性虚攻的打法。第1局我们看大概90%以上都是强攻。对。哎，这一球就拦出了界外了。是。那现在比数形成了3比4，双方要换边。来看一下，这是欧尔的进攻。他们的身高优势的打点非常高也是取得这样胜利的一个基础。哇，这个手腕的掌握呢就不到位了 ，Parts 没过，感觉动作没有做完成就起球了。在进攻的部分呢，我们看到 Parts 跟 Pierce 确实非常的刚猛有力。是，刚刚那个好像在丢原子弹一样。我们可以细节看到，对方如果的发球没有压迫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直接尽可能能举突破就举突破，来用突破的策略来击垮对方。所以发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哇，这个重锤，我们看到了雷神之锤了。哇，真的完全拉不起来。哇，这个磅数有多重？Pierce 罚球在网袋边没过，6比6。绕出来之后斜线进攻，哇，还是喷掉。在防守的部分的话，前拦后防的做选择，当然是我们是把第一线拦网作为最主要的防守的攻线那如果留到了后方防守的时候，那个变数就会变得更大了。毕竟前篮
拦下来的效果会比后防后防防起来的成功率来得高哦。看这个这么重的球，的确是非常难守。7比7。啊，又被抓了。我们再看一下，可以看到他的手接触到球是 perfect， 但是他的身体还是没有重心，还是在移动当中。利用这一颗吊长球，将比分给追平。目前8比8。开网的进攻，好球！这时候Howard。从2只手当中是找到了空隙。我在第2局现在就是呈现你来我往，1分1分来，你1分我1分。我看哪一队能够先破坏这样的平衡。也许就能够在第2局抢到了机会。是的，又是强力的发球，拦回来了，又是出现了 Monster Block。哇，今天 Pierce 在拦网的部分呢，让大家印象深刻。在起跳的时机，手型的运用，还有最后拦网给到的位置，基本上对手都没有机会再 cover。是拦斜线拦得非常成功。这一球就是 touch up， 10比10。Wood 的发球，很长的一段筑保的距离直接杀向了斜线，11比10，来到技术暂停。能打出这样的角度我们常讲就是要有高度才有办法有这样的角度。如果你击球点跳起来高度不够的话，没有办法打出这样的角度。先拿下第1局的澳洲一队，那现在在第2局也是1分微幅的领先。3队的 Hood 跟 Howard， 然后想想办法，希望能够延长战线。场边我们也看到有热情的球迷冒着风雨撑着伞来到现场帮球员加油打气。Pierce 的发球11比10。利用好的接发，马上讨回来。还是想利用突破的进攻，可惜打长了。他球，12比12。哇，第2局现在很难说两边的状态都不错没有办法让对方连续得分来拉开领先的优势。
来我往，又是3队拿分。所以如果要像主播讲的，要破坏这一个拉锯战的平衡哦，我想还是要靠这个拦网跟发球哦，来做一个突破。看一下，刚刚主审下来看，哇，这个位置。哦，那这时候澳洲一队啊，直接喊暂停。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现场纪念品限量贩售中，欢迎到入口旁摊位选购沙排徽章、T 恤与主视觉小球及其他排球商品，售完为止。文化市集也正热烈营业中，邀请大家来购市集吃美食，体验原民特色，谢谢。暂停回来1分差的比赛，澳洲3队要来发球，目前是3比12。吊球，哇 ，Pierce 释放一下压力啊！刚刚也跟裁判有一点点抱怨哦。他把这一分拿下来之后呢，他吼得非常非常的激动。好，救起来之后还有，啊，哇，两边都展现了非常高超的防守技巧啊，而且转守为攻之后呢，是澳洲3队拿下的分数。来看一下 Benwood 单手救球之后回来做进攻，依旧是维持平手的僵局，14比14， 28分，要再换边。是这位攻击手，他有做攻击时间的节奏的变化哈，变慢的时候就产生了效果。Potts 发球，哇，这个位置太刁钻了。其实在第1局也有过，是哦，所以我相信他这个位置他是练过的，哦，是长期是没错，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发的很有心得。对，因为3排球要求精准度哦，就跟网球在职业选手在训练的时候，他的点就是很固定，就是每一颗球都要打到那个点。哇，这一球飞扑之后来不及 ，Pierce 给到了后场的位置啊，哦，非常难以化解。来看第一波，好，我救起来之后，结果再往前 ，Pierce 推到了后场，啊，Benwood 要在飞扑救球呢，只能摸到球皮，所以这时候轮到的就是 Benwood 以及Joshua Howard 的暂停。是。从原本13比14落后3分的 Potts 跟 Pierce 连拿3分，现在16比14逼出对手的暂停。
继续来看帕茨的强力发球。哦，这一球就发的太长。他也是试图想要发2个选手的中间15比16。接得不错，帕茨，转成直线，是好的接发，创造出更棒的进攻。是。轮到 Pierce。那我们看到，在澳洲3队的部分呢，依旧是紧咬不放啊，虽然是落后的。这一球出界。18比16，哇，距离冠军剩下3分。哇，这一分呢，还是强力的攻击拿下，哇，非常精准的打点。来看一下 Potts， 哇，往直线。是这个澳洲第2队应该不需要退篮因为这个球有点靠网。哎，发球失误。可能是受到风的影响。哇，还是利用好的接发才创造出这样的突破的快速攻势啊！那现在是20比18，来到了2个金牌点了。而且感觉上这一颗蛮刻意的，把速度拉快来让他打突破，让对方的拦手是来不及的。好，来看。这个起跳的高度啊，像在飞一样啊 ，Ben Hood， 这个延展非常非常的漂亮。来看一下第2队如何布阵好，突破进攻有了，所以 Pierce 在拿下这一分之后呢，高兴的大吼。所以在这一场澳洲内战呢，非常恭喜澳洲1队，2局都非常接近的比数呢，在第2局持续21比19拿下，最终是澳洲1队2比0击败了澳洲3队，也恭喜 Potts 跟 Pierce 以2比0的优势呢，击败了 Ben Hood 以及 Joshua Howard， 也恭喜他们拿下了在今年屏东站的男子组的金牌。他们在今年呢，菲律宾跟平潭呢，最多只拿下了第3名。在今天屏东站呢，透过2局都是21比19，非常接近的比数击败了自己的同胞对手呢，澳洲3队的 Hood 跟 Howard， 也恭喜Pierce 跟这个 Potts 拿下了这场冠军。那老师怎么看这场冠军战？双方你来我往，其实2队都有机会，但是把握度更高的就是澳洲1队。是，首先恭喜澳洲第1队那最主要取胜原因，我的看法是在于说他们有比较稳定的一个基本功的输出那第2个在技巧的发挥上面也比较精准。那第3个的部分是他们的经验，在面对会被拉锯的时候，或是想把分数拉开的时候，
他们有一定的想法跟一个成熟度在所以这3点也是他取胜的一个原因。是，哇，恭喜他们在2局21-19都相当接近的比数当中拿下了冠军，也是他们在今年 ABC 巡回赛的第1个冠军。那身为在这一次主办单位当中的第1号种子确实展现他们的气势所以在一路过关斩将的情况之下最终是2-0击败澳洲3队，也顺利的在本届的 ABC 的巡回赛当中登顶。那对于Hu跟Howard来讲他们的全新的搭配确实在默契上还有一点点进步的空间。那也恭喜他们这一次来到台湾是顺利的拿下了第2名。那当然最大赢家就是澳洲队。不管是在男子跟女子组的部分他们都表现得非常精彩所以在这场金牌战过后呢，待会我们也会邀请2位冠军的选手来到我们的主播台，来跟他们小小聊一下这次来到台湾的感觉，以及获得冠军的喜悦。那我们休息一下呢，马上进行赛后访问。好。好，在赛后我们为大家访问到的是冠军队的成员。首先来到我们的主播台是 Paz。Hello, Mr. Paz. Congratulations, you win the championship. Thank you very much. I know it's very difficult. It's close game, especially you face another Australia team. How to win this game? We thought that we just have to go up and hit the ball harder than they do, and go after our game style more than they do, and go after our serves, and just do everything slightly better than they do, because they're a very, very good team. So we knew that we'd have to play well to beat them. Okay. I heard the 29th is your birthday. Yes. The championship is the best birthday gift for you, right? Yes, of course, of course. I'd always take a gold medal for my birthday present. Yeah, okay.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your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OK， 好，那刚刚这个 Paz 有提到，当然面对到澳洲3队是非常辛苦，因为彼此非常的熟悉所以这场比赛当然是他们打得更好，但是对方还是一支实力非常顶尖队伍。那另外我提到的是他在29号是他的生日他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在台湾获得冠军，他也希望每一年的生日呢都能够用冠军当他的生日礼物。我们谢谢他来到我们主播台，那我们接着来访问另外一位冠军的成员 Jack。OK，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OK，Jack。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我们的第2位冠军队成员就是 Jack。Hello Jack,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This champion is this year first champion, right? Yes, it's our first international gold medal. Yeah. How do you feel? Very happy. It's been a bit of a bumpy road, but very, very happy that we managed to get a gold here. Oka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ve been in Taiwan? First time?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this location, but I was this here location. last year. Okay. But do you have any chance to explore the cities or taste some local food? We will tomorrow. We have, we're here for a long time before we fly back home, so we'll try and go and do some sightseeing. Yeah. Okay, because this time you met the weather. It's windy. It's raining. It's how too difficult to play the game.
Yeah, I think we got really lucky with the wind and the rain. It seemed to die off a lot when we were playing. But yeah, we're a bit nervous when it was pouring with rain yesterday and especially today, and the wind as well. But yeah, super happy to have played in the conditions and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OK， 恭喜，好，谢谢你的接受我访问。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hank you so much. 那我们刚刚跟这个提到，当然他们在这一场比赛啊很辛苦啊，对上的是这个自己的同胞对手，尤其是他们今年在国际赛第一个冠军，但是他们也面对的这个天气的考验呢，他们是打得更加的出色。那另外呢这是他第2次来到台湾，但是第1次来到屏东，他也希望利用了最后一点点时间能够浏览的这个城市，还有尝尝当地的美食。也恭喜澳洲1队拿到了这一次在男子组的金牌。那当然看完了男子组冠军战之后呢，第2场比赛呢将是女子组的金牌战。那女子组的金牌战同样是澳洲是由 Fleming 跟这个 Fidges 要来对上泰国，在亚锦赛拿下金牌的组合。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我们待会马上回到女子组的金牌战。